娟姐好久不见呢。对呀、好久不见了哎！你最近有没有去哪里哈？有啊，前阵子刚从那个北海道玩回来啊。好玩吗？你都没揪我，太不够意思了。很好玩啊，而且很漂亮，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好啊，好啊。小平，我觉得我好久没有见你，可是我觉得你好像变瘦了呢。你最近有没有戒掉甜点？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变瘦？可以告诉我吗？没有呢，我也没有特别减肥，而且啊，我还比以前吃的很多，然后又常常觉得口渴，然后又爱喝一些饮料，可是却变瘦了，真奇怪。你会不会还有尿多的情形啊？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常常半夜一直起来上厕所，然后害我都睡不好。小平，我听听你的症状了，会不会得了糖尿病啊？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啊，糖尿病？什么是糖尿病？就字面上简单来说，就是尿中含有糖的一种疾病。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这么全面。人体的胰岛素内分泌组织会分泌一种荷尔蒙，我们称之为胰岛素。胰岛素是体内代谢调节的重要环节，能帮助消化的葡萄糖进入细胞，提供身体所需的热能。当胰岛素不够或完全缺乏时，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进入细胞得到利用，导致血糖异常升高，就会形成糖尿病。三多一少为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当糖尿病患者出现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却无故减少的症状，就需要提高警觉。但不是所有的病人发病都会伴随三多一少的症状，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伤口不易愈合、容易感到疲倦、皮肤或阴部发痒、视力减退、肢体酸麻刺痛或反复泌尿道感染等症状。若有以上症状表现，请尽速到医院安排进一步的检查。你好，我是郭医师。那王小姐，请问您今天来有什么不舒服吗？医生，因为我最近体重一直往下掉，可是我平常食量又很好，然后平常也吃很多，然后常常觉得口渴，又一直喝饮料，然后半夜一直起来上厕所。那请问你有阴部瘙痒或者是视力变化的一些情形吗？会耶，我之前常因为阴部瘙痒不舒服，有去看过妇产科，但是视力是没有什么变化。请问王小姐，你们家里的人有得糖尿病的一个病史吗？我爸爸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王小姐，依照您的症状跟家族病史，要考虑有没有糖尿病的可能性，所以建议您抽血检查血糖及糖化血色素。糖尿病？我怎么会得糖尿病？我平常没什么坏习惯的。会得到糖尿病有很多的原因有可能引起，那它跟遗传是有相关性的，尤其是家族里面有一等亲有糖尿病的话，得到糖尿病的风险还是会比较高。那我也会得到高血压吗？高血压是糖尿病常见的共病症，但每个人发病的原因及生活习惯不同，所以这不是一定的。我先为您安排抽血检查，如果确认是糖尿病，我们再来做后续的治疗及安排相关的卫教课程。好，谢谢医生，我会配合的。8103号，请至8号柜台。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叫王小平。手借我一下哦，把袖子拉高，灵活放松，好，手握紧哦。糖尿病的诊断方式普遍上会依据空腹血糖测试及糖化血色素两种检查做判断。在进行空腹血糖测试之前，至少空腹8小时，血糖值在100至125之间为糖尿病前期。2次空腹血糖值在每分升126毫克或以上即可确诊为糖尿病。另一项检验方法，糖化血色素，是指人体血液中的红血球含有血色素，当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红血球和血色素结合后，就会形成糖化血色素。一般红血球平均寿命为120天，葡萄糖附在血色素上不容易脱落，因此检查血中糖化血色素的浓度，可以反映体内最近2到3个月的血糖控制情况。2009年，美国糖尿病学会提出，以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6.5%作为糖尿病诊断标准。检验数值为大于等于6.5%，加上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每分升126毫克，可诊断为糖尿病。
生您好，我今天回诊看报告。王小姐您好，我们来讨论一下您抽血检查的结果。一般人的空腹血糖大于126且糖化血色素大于6.5%，可以诊断为糖尿病。而您的空腹血糖180，而糖化血色素9.5%，皆高于诊断标准，确诊为糖尿病。我真的得了糖尿病哦，怎么会这样子？那得糖尿病会怎样？王小姐，您先不要紧张，血糖在长期控制不良的情况下，的确有可能会有并发急性或慢性的合并症。急性的合并症包括酮酸血症、高渗透压血症；慢性合并症则可能会出现肾脏病变，产生尿蛋白流失、肾功能衰退，甚至是尿毒症的产生。视网膜病变则有可能导致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的情形。神经系统病变有可能会出现两侧手脚感到酸麻、膀胱无力、消化异常，甚至是皮肤对冷热感的感觉比较迟钝。另外，糖尿病患者也有较高的比率合并有心脏血管的问题，像是高血压、姿态性低血压、动脉血管粥状硬化、心绞痛、心肌梗塞、脑梗塞及中风的情形。但如果早期治疗，将血糖控制在理想的目标，就可以大幅下降产生糖尿病并发症的机会。这么多哦！听你这么说，好可怕哦！我才53岁。糖尿病其实并不可怕，目前有许多口服及注射的降血糖药物，只要能够积极配合治疗，并且调整生活形态，糖尿病是可以有效控制的。那我要怎么做？我建议您先接受口服降血糖药物的治疗，使血糖尽快达到理想的目标。但除了药物治疗以外，饮食和运动也是很重要的。好，我知道了。我这边先帮您安排护理及营养的卫教课程，来让您了解糖尿病相关的一个知识，调整更正确的一个生活习惯。好，谢谢医生，我会配合的。另外也要提醒你，开始服用降血糖药物以后，要注意有没有产生心悸、手抖等低血糖的症状。药物按照医嘱服用，配合3餐定时定量，才不会产生血糖降低太快而低血糖的状况。好。你好，我是糖尿病个管师，我叫慧君，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你好。之前看过郭医师的门诊，那对糖尿病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那今天由我来再跟您提醒一些糖尿病的相关护理卫教。好的。糖尿病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需要您和我们糖尿病团队一起合作，才能达到全方位的治疗与保健。治疗上有几项需要特别注意，要注意饮食的控制、适度的运动及药物的治疗，定期性的追踪与检查。自我血糖的监测，并随身携带糖尿病护照，加入同众和糖尿病卫教室，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卫教资讯，有效的控制糖尿病。好，护理师，我了解了。虽然有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吃，不过我还是会乖乖配合啦。其实很多含糖的食物不是不能吃，是要适量的控制。是哦，那护理师，我问你哦，像是我做哪些运动比较适合？